克里姆林宫遇袭之后，俄乌局势再度激化。偏偏这个时候，福特号航母战斗群驶向欧洲海域，首次执行战备巡航任务。可以说，美俄关系已在冲突边缘。问题来了，福特号驶向地中海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进一步激化俄乌局势？克里姆林宫遇袭之后，俄罗斯指责美国是背后黑手，乌克兰则根据美国的指示行动。袭击克里姆林宫的决定不是乌克兰，而是美国做出的。乌克兰甚至连袭击目标和袭击手段都要听命于美国。在这个关键时期，福特号航母舰队却开始了它的第一次战备巡航，前往地中海威慑俄罗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美国在欧洲方向没有可用的航母。4月24日的时候，美国海军航母布什号经过长达8个多月的部署后，从地中海返回诺福克基地。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将福特号前往欧洲，结束美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区域的航母真空期。美国海军新闻网站5月4日表示，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在5月2日离开诺福克军港，接替布什号的任务，继续维持美国航母在欧洲海域的长期存在。这是福特号自2019年服役以来第2次出海部署，这也是福特号服役将近6年后首次真正意义的实战部署。去年的10月3号，福特号航母战斗群首次部署，与来自法国、德国和瑞典等9个国家20艘舰艇、60架舰载机和9000名士兵一起在大西洋进行各种演习。但美国海军也承认，那次短期部署只是对该航母系统进行的压力测试而已，顺带向盟友证明，福特号之前确实有问题，但现在已修复的差不多了，完全可以投入战斗。而这次则是实战部署。按照美国海军的计划，福特号将在这次部署中持续巡逻至少6个月。该航母打击群计划在欧洲周边海域进行例行作业，大概率是部署到地中海。此前，布什号在8个多月的部署期间，超过230天都在地中海巡逻，舰上的兵力也是按实战标准。福特号航母打击大队下辖3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包括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诺曼底号、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拉马日号、麦克弗尔号和托马斯哈德纳号。同时，根据美国海军通报的信息，福特号兵力包括下辖4个 F-18中队的第8舰载机飞行联队，还携带了 EA-18G 电子战飞机、E-2预警机和海鹰直升机，但是没有 F-35C， 估计也是怕在实战中出问题。不过，火力军估计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在3月3日到4月3日，福特号航母打击群曾进行为期1个月的综合训练单元演习，这是航母打击群部署前的全面考核，证明该航母已经获得了所有认证，并完成了部署前的所有要求。这次实战部署更多的是测试福特号的性能是否能达标，毕竟造了那么长时间，路上还出现了点意外，有顾虑很正常。福特号的建造从2005年开始，于2017年交付给海军，实际耗资近130亿美元，超19000名工人共同建造，最终成型长度超过300米，排水量超过10万吨，2个核反应堆在船内深处运行，为福特号提供运转的动力，总输出功率是尼米兹级航母的3倍，足以为一个小城市供电，配备了电磁飞机弹射系统、高级阻拦装置着陆系统、传感器和自卫系统等，大约每25秒可以发射或降落1架飞机。非要形容性能，那就一个字儿：猛。但也正是因为太猛了，路上出了点意外。因为电磁弹射器和阻拦装置、武器升降机、雷达和其他系统的故障没有解决，严重影响了战斗力。福特号之前一直没出家门。虽说美国海军表示福特号电磁弹射装置能让其舰载机出动效率比尼米兹级提升20%，但该系统的可靠性不佳，也一直没人相信。所以按照原本计划，美国是打算在这次部署期间通过实际测试收集数据，以确认该系统的可靠性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争取达到尼米兹级航母的舰载机出动率，并且将测试福特号航母的单日最大出动率。所以福特号航母舰队出发之前，也没想到俄乌局势会突然那么紧张。克宫遇袭是5月3号的事
而福特号则是5月2号就出发了。有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不好说，但就航母上的兵力而言，打一架是已经够了。当然，如果你说正是因为美国知道克宫遇袭才让福特号上前压阵的，火力军也没法否认，毕竟捕风捉影的事最难解释。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事件，虽然普京没有受伤，但还是将俄乌局势推向高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公开要求对泽连斯基进行物理消灭，同时克里姆林宫遇袭也将美俄关系推向冲突边缘。毕竟俄罗斯怀疑美国是幕后黑手，加上两国多年的恩怨，就差一个人上来点火。总的来说，福特号这次战备部署可以看作是美国对欧洲的承诺，跟我走，哥们儿，战力强，保你们无事。俄罗斯对美国航母运动这事儿也很敏感，这是要动手，所以福特号出动之后，俄罗斯连夜派出一支舰队进行监视，美俄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不过就俄罗斯目前的海军势力而言，好像也没什么抵抗的必要。库兹涅佐夫号已经修补好了，黑海舰队也被打成了残废，海军的战斗力基本为零。当然，就算是库兹涅佐夫号能修好，也没办法提升俄海军的战斗力，更别说对抗福特号了。对俄罗斯而言，这艘唯一的航母就像是一根鸡肋，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福特号大概率要驶向黑海。而黑海入海口现在被土耳其扼守，俄罗斯自莫斯科号被击沉后就已经彻底丧失了黑海制海权。其次，即便土耳其给他放行，让俄罗斯航母进入黑海，什么作用都发挥不了，舰载机都老掉牙了，能不能飞都不好说。库兹涅佐夫号搭载的苏33舰载机是1993年生产的，到今天30年整，在叙利亚战场上，库兹涅佐夫号就被派去战场撑场子，结果2架苏33刚一起飞，直接就掉海里去了，老点就算了，数量还不够。苏33舰载机早在1999年就停产，一共只量产24架，没有办法更新舰载机，损失一架少一架。除此之外，美国陆军那边还有人呢。美国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表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美国已经提前完成了部署，6万精锐作战部队已经在欧洲集结完毕，比冷战时期部署的更多，足以对俄罗斯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就算是克宫遇袭，福特号航母舰队抵达欧洲海域，俄罗斯大概率也会选择忍气吞声，顶多让自家核潜艇再出来亮亮相，打起来暂时不可能，除非是俄罗斯报复乌克兰的行为太过火。现在俄罗斯的报复行动已经开始了，克里姆林宫遇袭，就算是普京安然无恙，俄罗斯也会报复回来。虽然梅德韦杰夫表示要在物理上消灭泽连斯基及其集团，但俄罗斯未必会意气用事，最终的决定可能将比较稳慎。俄方最可能的报复方法是对参与此次袭击事件的乌主战派高官采取精准打击，或者是跟之前一样空袭乌本土，逼迫泽连斯基妥协让步。克里姆林宫遇袭次日晚上，乌克兰官方就发布消息，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24架无人机，其中18架被击落。在5月3日夜间至4日凌晨，俄罗斯释放了15架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其中12架被乌军防空部队和机动火力群摧毁，另外3架击中了当地一所教育机构的宿舍。被击落的无人机尾翼上还有为了克里姆林宫的字样，很明显这是针对此前无人机袭击克宫暗杀普京一事。同时，俄罗斯还袭击了乌本土的外国教官驻地。俄军西部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对位于乌克兰北部的切尔尼戈夫州实施了袭击，遭袭的地区则驻守了外国教官。乌第119独立领土防御旅以及第163独立营的人员发起袭击行动的俄军声明，相应的空军部队已经对外国教官的临时驻地实施了打击。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次袭击是否造成伤亡。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一个开始。俄军前几天对赫尔松前线以及敖德萨乌军指挥所等多个弹药库展开空袭，乌克兰已经连续好几天全境响起空袭警报声。算下来，俄罗斯出动15架图95对乌巴普洛格勒铁路附近弹药库发起猛烈空袭，又派出30架轰炸机和黑海舰队同时轰炸，向乌克兰发射280多枚导弹，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展开空袭，其中包括泽连斯基的总统府。
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这是自年初以来最激烈的一次袭击，但有没有用就不好说了。爱国者导弹系统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火力军之前也说过，爱国者抵达乌克兰之后的影响以及部署，基辅市里肯定有一套爱国者。乌克兰发起反攻行动之后，还会有一套随行，保护作战单位的装备以及后勤。战场上那一套爱国者我们暂且不论，就基辅市的爱国者系统，俄军很难应对。北约援助了那么多防空系统 ，IRIS-T、NASA-MS、爱国者等等，随便布置一下就能形成防空网，想要突破很难。基辅市的军事管理部门负责人已经表示，所有敌方导弹和无人机都在基辅上空被防空部队摧毁。被击落的无人机碎片落在基辅的不同地区，但没有人员伤亡。俄罗斯想复制去年空袭的效果已经不可能达到了。俄乌目前双方的实力是此消彼长的，俄罗斯现在所剩余的导弹不多，想重新建造又缺零件。反观乌军防空实力越来越强，在基辅市布置的防空系统已经很完善了。爱国者导弹系统算是最后一张拼图。如果俄罗斯想要获得更大的效果，单凭常规武器已经不行了，除非排除俄罗斯狗急跳墙做点不人道的事，而福特号就是一个保险装置。福特号在这次部署之前，美国想的应该是测试性能，毕竟欧洲那边没有航母，对乌克兰以及俄罗斯来说影响不大。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了1年多，到底还能投入多少人力财力，估计普京自己心里都不确定。本来就拿不下乌克兰，航母来不来其实没什么，但克宫遇袭事件发生之后，福特号航母舰队进入欧洲海域就很有必要了。可以预见的是，俄罗斯在报复乌克兰这事上手段会越来越狠，而航母就是警告普京不要乱来。总的来说，美军部署福特号对于乌克兰来说更像是一个保险销，只要还在，俄罗斯就不会有什么出格的动作。毕竟俄罗斯不想也不敢双线作战。至于测试性能，先前或许是主要任务，但现在只是顺带而已。各位觉得福特号部署地中海还有什么目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一起讨论。